要选 S26 Ultra、S25 Ultra 还是 iPhone 17 Pro Max？ 那我们今天会比较这些优缺点，那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那提出几个非常大的升级啊，或者不一定要升级的理由，所以千万不要选错喽。大家好，朋友们，那现在 S25 Ultra 刚刚推出了，那正要开始预购，那很多人都在想说，可能对比现在其他的机型，不管是要回去买上一代的 S25 Ultra， 或者买 iPhone 17 Pro Max， 或是直接上 S26 Ultra， 那到底我有什么看法呢？那我们使用几天之后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几个重点功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看自己觉得需不需要这些功能。那相机上面的比对啊，还有其他一些多出一些软体功能，我觉得比较有亮点，我也提出来让大家做参考。那我们不浪费大家时间，就直接开始吧。那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个最大的亮点，或者是大家应该在各个社群媒体上面就有看到，就是它的智慧防窥萤幕。那这个呢是目前 S26 Ultra 独有的。那市场上所有的手机，有人会说其他机型有出过类似，但其实它的概念跟它实际可以达到功能，跟 S26 Ultra 都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智慧防窥萤幕，因为它毕竟是每一颗像素，它真的是针对它广角的发光跟它直视面的发光去做开启跟关闭，所以也是为什么它可以达到这么多的智慧功能整合在里面。那这个防窥萤幕我用了几天之后，说真的，我常常忘了自己有打开，因为就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它的视觉上面的感觉真的差异不大。那都是在我平常可能拍什么照片，我要给我旁边小孩看的时候，他们才会说，我看不到萤幕，那这种我才会想起来说，我有打开这个智慧防窥。那我刚好提到嘛，因为它毕竟是真的物理上面、它们结构上面、硬体上面的差异，所以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针对每一个 App 或是每一个功能的实用性上面去开启或关闭。那这个是一般我们市面上看到有其他类似厂商做过的这些功能，或是市面上的防窥保护贴是完全做不到的地方。那针对 App 这一点，比如说你平常喜欢玩手游，那你可以在我玩手游的时候，我要有最好的视觉体验，那我也不在乎玩手游的时候旁边看不看得到。那这种时候我在玩手游的时候就不要开启。但是可能玩手游的时候会有些通知过来，那你坐在捷运上不想要旁边的人在偷看你的通知，女朋友传给你一些比较肉麻的讯息的时候，那你就可以针对这个通知的地方去开启它的防窥。那我个人觉得光这一点呢，它就是非常客制化的地方。那可能也真的是针对每个人的痛点啊。大众运输的时候，旁边人看到你一些讯息，不想让他看到。那也是为什么我使用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希望未来每个手机都要有。那毕竟我们也知道 iPhone 啊，很多厂商也都是跟三星买他们的萤幕，所以或许我们这个愿望可能离我们不远。所以呢，这一点我个人会觉得是非常值得升级的理由之一。好，那我马上再跳回来讲它的外观的设计。那这边也有一个优点，但有一个缺点。那首先呢，我觉得优点啊，就是它的整个厚度，它是蛮明显的变薄。那如果我们是直接对比它的前一代 S25 Ultra 的话，那我觉得在上手的手感这个少的这个程度是非常的明显。你一抓起来，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说这只手机上手的手感是更加的轻薄。那其实不止对比上一代，在它实际的厚度来讲，对比 iPhone 17 Pro Max 来讲也是更加的薄。但是在手感上面呢，你可能在 iPhone 上面跟26 Ultra 握起来上面差别没有那么大。那我觉得这就是 iPhone 的设计，手感设计上面他们有一个小心机啊，他们前面跟后面都有修稍微这个圆弧角，所以在你裸机的时候抓起来，好像感觉这两台的厚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很多人会问说，谁会就是裸机用手机？大部分都会装壳，所以它这个厚度的差异在你装上壳之后呢，就会更加的明显。那我们特别用了2款一样的壳去比较它的差异啊。那这款就是 Taurus 的 Spin Air， 那我们2个都装上同一款的时候呢，就可以比较明显感觉出来26 Ultra 在这个厚度稍微减少的地方，那也因为这样手机壳可以做得更加轻薄。所以如果你都是习惯都会装手机壳的话，那其实这一次的厚度的减少，那我觉得它上手上面是非常的有感。那刚提到一个缺点的地方，那就是这一次的外观也学 iPhone 把它调整成铝合金。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因为我们知道到上一代的25 Ultra 都还是钛合金嘛，那 iPhone 当然上一代也还是钛合金。我们常常有时候讲好像什么事情在这个手机市场里面或者这些3C市场里面有一些改变啊，那可能优点也要归功于苹果，那有坏处也要怪到苹果身上。比如说嘛，手机市场里面先前的这个耳机孔拿掉，苹果先，那其他厂商也跟进。那后来在它的包装里面把充电头拿掉，那也是苹果先，那其他厂商跟着跟进。那现在在这个旗舰机，苹果首次把它用成铝合金的材质。那铝合金其实在轻度上面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加工上面稍微容易一点点，但其实在坚硬度上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优点。
那现在26 Ultra 也把它改成铝合金，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三星或许你不一定要跟着苹果走嘛，你还是用钛合金也没有关系。那最直接的缺点，像我刚刚讲的耐用度，那 iPhone 这边已经有摔到非常的明显哦，所以你在选壳上面就要再更加的注意一点。那这次挑手机壳不再像先前，那钛合金反正很耐摔，你反而可能更要注意这些视角更加防摔的部分，不管是上面或是下面。那最好啦，就是在这些你摔到手机的时候，它有一个缓冲的材质，它不会直接冲击到手机的本身。那讲到手机壳，就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虽然这次 S26 系列没有自带磁圈，但你还是可以用好的保护壳来实现精准的无线充电。那我自己用的是 Toras 图拉斯，那其实他们不只是发明支架壳的品牌，也是全球销量第一的支架壳。这次他们把独家4象限支架又再进化了一次。那我个人啦，私心最爱的是这款 Spin Air， 因为它边边的视角有这种气垫的设计，可以吸收很多的冲击力。那手感上呢，也因为它的这个边缘弧角的设计，握感更加舒适。先前在其他手机上我也是非常爱这一款。增加的充电磁圈之外呢，它还赋予它很多支架的功能。这次到2026年又再次进步。那你看它的支架不止可以360度的旋转，同时它在转到180度之后呢，还是可以向下完全的贴平，不用怕不小心转过去就凹断它。那其实支架壳我觉得很大的用处，它不只是你平常摆在桌上追剧啊，各种角度都可以使用。那像我们平常在拍片外出的时候，你只要手机是配的支架壳，你就可以随时实现在任何地方拍影片、拍照片，它都是一个手机支架，不用多带器材，很方便。那当你不用这个支架的时候，你就把它收起来，那你的手机壳啊，还有整个也不会因为这样增加它的厚重度。那如果你喜欢不同材质，它还有这种皮革款的支架壳，它的手感也是非常的圆润舒适。偏好基本款的也当然还是有可以让你选择。那这全系列呢都具备军规防摔的能力。那这次 S26 Ultra 呢，这个智能防窥的萤幕站是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功能，再搭配他们玻璃上原本就有的抗反射镀膜，我觉得使用起来超级完美。所以萤幕保护贴我推荐的是这一款 Auric Armor， 通过莱茵的抗反射认证，尽量还原 S26 那种原厂镀膜抗反射的效果，不会让贴的保护贴就失去一个重要的功能。那 0.35mm 的厚度，指纹解锁一碰即开。套组内呢就有自带这种超级的贴膜神器，自己在家也可以轻松好贴。那高 CP 的款式，他们还是有保留这款 Install Master， 一样自带贴膜神器在里面。那想要保护镜头的话，也可以选择他们的 Lens Guard。那最后呢，就是这颗 FlexSign 67瓦，超推这种自带伸缩充电线的充电器。但这一颗我觉得它多出的强项是，它是台湾市售款里面伸缩线最长的，总共可以到100公分。同时它支援 PPS 的协议，对啊，从笔电啊到耳机，你任何的装置基本上只要带这一颗就够了。那还另外带一个 USB 系统，可以让你再充第二个装置，全面保护好你的 S26系列都可以交给 Toras。那相关的优惠链接我们放在下方的资讯栏还有留言区。那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评测吧。好，那我们回到相机的规格。那这一次呢，它主镜头的规格有提升，长焦镜头我们讲5倍这一颗，它的规格也有提升。那我本来以为想说，可能在白天光源好的情况下很难看出差异，但这一次呢，我们比较起来，它的细节表现对比上一代都是更加明显一点。但有地方看起来比较像是它的调整或是锐化或者演算法去算出来的。那甚至啊，当然对比到 iPhone 17 Pro Max 也可以看得出它细节上面表现的差异。但是因为我们在测试起来会发现，其实好像每一颗镜头它在细节上面的表现，对比上一代或者17 Pro Max 都有，你要说是些微的进步，或是更清楚一点，所以更让我们觉得说，可能是这次新的处理器在影像处理上面，针对这些细节锐化上面有加强，那可能就不单纯只是硬体上面进步所造成的。那更尤其是在长焦的地方我们在拍摄更远，即使在白天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细节表现上面是更加清楚、更加锐利。那另外呢，色调上的差异呢，先前有人抱怨三星的相机总是拍起来色调比较太冷一点，那这一次我感觉它的白平衡的调整有更接近 iPhone 一点，好像这两者就像先前有人抱怨 iPhone 都太暖，那 iPhone 也调得越来越偏冷一点点，然后三星又调得偏暖一点点，好像两者就越来越接近。那所以相机进步的地方，不管是在拍照跟录影，我们等一下会有实测照片给大家看，我觉得都是对比上一代有进步。但这次主镜头的改变，我觉得带来一个小缺点，就是它最近对焦的距离对比上一代的 S25 Ultra 感觉起来远了不少。那虽然还是没有像 iPhone 这么的远，但是有些人喜欢拍这些实物的竞拍，特别喜欢用主镜头的话，可能就要先考虑到这一点。那另外小建议就是你用这只手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下载三星的 Good Luck， 那里面有一个 Camera Assistant 的东西可以让你下载。那你有那个功能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调整为一般的拍照的画素，把它设定为2400万画素。那这样你平常在拍照的时候，它的保留细节就会多一点。那可能跟现在的 iPhone 都可以预设2400万画素就会相近一点，但同时容量也会占得稍微大一点。OK， 那这样我们就实拍一些照片给大家看它拍照的表现吧。那首先呢，超广角这次在 S26 Ultra 是规格上面没有变动，所以对比起来呢，跟上次的25 Ultra
对比17 Pro Max 看起来其实大同小异啦。不过刚有提到，因为26 Ultra 白平衡比较偏暖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有在超广角拍照的时候也会看得出来，应该就是演算法上面的差异算是蛮明显的。那白天真的要来比较的话，你会看到其实在这个超广角的边缘，它 S6 Ultra 在地上的细节也是比较多一点。我们觉得说这应该也只是单纯影像处理的差异，锐化更加的积极，因为我们在每一颗镜头都可以看到这样类似的表现。那这边呢可以看得出来的，它地面上面的这些细节，26 Ultra 对比25 Ultra 是更加的明显。那当然这两者也都比17 Pro Max 还更加的明显一点。那同时我们放到晚上，这超广角的表现也是一样的现象。那你当然没有放大去看啊，很难辨别哪一代的差异。或者你可以说3台其实不跟讲哪一个是哪一个拍的，或许大家都觉得是差不多，但如果你放大一看细节，就会发现26 Ultra 看到的地方哦，尤其地面上的这些纹路是其他两台看不到的。那因为我在现场也有用肉去看，那地板材质大小的差异。那在17 Pro Max 上面就是一片糊，那在25、26上面可以看出不一样食材的组合。那既然这个大小差异跟排列都跟现场看到的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它不单纯是用算出来的，可能本身就可以拍得稍微清楚一点。那在26 Ultra 上面再用 AI 再去加强它的算法，但至少它没有到非常的失真哦，它还是非常还原现场看到的食材大小的差异。那这边也不是完全说就是一定要算得那么锐利才是好的照片，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好，那下一个我们看主镜头，那正是在硬体上面有升级的地方。白天看起来我觉得真的还是都非常的类似，那毕竟大光圈在光源好的时候本身也不太会展现出它的优势。那如果放大看的话，我们又一样啦，看到这个细节对比25 Ultra 又再稍微锐利了一点，所以我刚会说好像每一颗镜头都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比较像是算法上面的加强。那提出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那我们拍摄这一面白墙，那3张比起来，你会发现26 Ultra 和17 Pro Max 照片看起来超级像，那白平衡比较暖的地方也非常的类似。如果你真的要比较看出差异的话，可能26 Ultra 的曝光稍微亮一点点。那尤其你看到这个地面上面的表现，那这边这样我觉得就是个人偏好的差异啊。可能26 Ultra 它比较想要让整张照片看起来比较平均，差异比较小一点。那 iPhone 可能就觉得说，我比较还原现场看到的。但是对比25 Ultra 你就可以发现，怎么这次好像真的跟 iPhone 的照片更像了一点。那我刚刚提到这个小缺点，就是最近对焦距离的差异。这一次的 S26 Ultra 我觉得变远了不少。那虽然还是比 iPhone 17 Pro Max 近了很多，但是对比25 Ultra 来讲，我觉得最近对焦距离远的距离算是蛮明显的。那这边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需求啦，有没有很常想要用主镜头近拍实物。需要的话，就可能改变一下使用方式，不管是用超广角把它用成微距啊，或者是用主镜头以2倍裁切的方式去拍。那真的很多照片的表现，像我觉得26 Ultra 这次很像介于25 Ultra 跟17 Pro Max 之间的一个调色的色调。那你看晚上看起来的照片也是蛮类似的哦。中间26 Ultra 的曝光的白平衡，其实对比上代来讲是稍微偏暖一点。那可能没有偏向17 Pro Max 这么黄啦，但是我觉得这两者它的调角真的有越来越相近的感觉。那主镜头的拍照表现，其实以平均值来讲，我觉得算是大同小异，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那这3台的差异，我也没有觉得说很明显到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那这次到底主镜头进步这个光圈怎么看得出来呢？我觉得在录影的时候有一些状况可以看得出来差异。那这我们在松烟拍灯秀的时候扫过去，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大楼清晰的程度是有差异的。那这就是一些小细节的地方。那其他在暗处处理上面啊，录影上面其实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这些细节处理。但我发现啊，这个 iPhone 11 Pro Max 在刚推出的时候有抱怨，在录影高光对比的时候，有时候会稍微过曝闪一下又跳回的状况。那到现在我还是有时候会看到它的发生。那明暗交接处过曝的地方就有点明显。那它不是渐渐的调回，它是有点好像一瞬间把它调整回来。那据说苹果明年也可能会换到使用3星的感光元件，到时候会不会这2台的表现又更加的类似？那再看我们长焦镜头的表现，那我们就直接对比25、26 Ultra 上面的5倍镜头，然后对比 iPhone 17 Pro Max 上面的4倍镜头。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自己感受是26对比25、17 Pro Max 都更加锐利了一点。那我这边也不太确定是否是镜头的进步还是影像处理的进步，那可能两边都有一点啦，但你可能得到就是更加锐利一点的成像。那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呢，可能还是在长焦录影的地方，那大家可以看看差别。那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蛮明显啦，尤其在这个室内光源很不好的时候，26 Ultra 对比25 Ultra 就是有很明显的进步。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如果在高光对比抑制的表现上面，其实 iPhone 17 Pro Max 的高光抑制表现是非常的好。那很多时候，即使整个画面它看起来都比较亮的情况下，但是它在高光处也会把它压下来。那这样的表现，我觉得算是还不错。那颜色的表现上呢，这边看起来又会变成好像 iPhone 17 Pro Max 比较有在演算法上面去加强。但如果真去看细节的话，好像又是26 Ultra 比较好一点。那25 Ultra 不管怎么样，跟这两者比都是直接被比下去，各是有输有赢。那整体的影片表现上面呢，我觉得 iPhone 17 Pro Max 还是比较像一个平均多边形战士，录影的表现可能还是目前最好的。那同时我们那天有去看台湾队对比日本福冈软银鹰的一些影片，那给大家做一下比较跟差距。那我个人觉得在细节表现上还是可以看得出26 Ultra 对比上一代是有稍微进步的。那另外这次 S26 Ultra 的录影呢，有提供更专业的 Log APB 格式，档案占得非常大，那事后还要做一些后置的处理。那我相信这个大部分人也用不太到。那回到我觉得录影上面实用的功能的进步的话，就必须一定要讲这次的水平锁定。那原理其实当然是用 AI 算法加上它这个在感光元件上面裁切到一个程度，取中间的部分，所以让你的镜头不管在怎么转的时候，它都还是可以维持画面的这个稳定性，不会跟着转。那所以当然既然是用裁切，它的画质一定多少会有减损。但我们这次上传到社群还有很多地方跟大家分享，大家好像没有看得出来说好像画质是不好的，因为当然也是要开启这样的模式，它要有一定的光源。那我相信很多人现在在拍摄主要目的也是分享跟上传社群所以这个部分画质的减损，如果你都是要上传的话，根本就看不太出来。那有人问这样的功能到底什么时候会用到？我觉得其实还蛮多的，不管是你新手爸爸你追小孩在拍摄的时候，或是你要追你家的毛小孩，有时候他的视角就是稍微低一点，那你要跟着他跑跟着他动的时候，那镜头晃动程度就会比较大。那当你开启这个水平锁定的话，自然就可以把这些晃动或是它整个镜头歪斜的地方完全修正回来。那这个功能很实用，它不只是超广角可以用，它其实主镜头也可以用。所以你今天如果要跟拍比较远的一个画面，要跟你狗狗保持一个距离，跟小孩保持一个距离，它还是可以使用，而且主镜头的画质可能自然就会更好一点。不过像我们这边展示这个跑酷的画面如果你要这种运镜的效果的话，那可能就要把这个水平锁定关掉，不然我跑酷看起来就是有点蠢啊。那有人会说，这不是在运动相机上面就有这个功能吗？为什么好像只是现在刚好坐在手机上来，好像是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事情？那重点就在于你不用多带一台装置嘛，口袋里面抽出来装置就可以办到。那就像现在 iPhone 推出这个前镜头变正方形的感光元件，让你手持的时候可以拍直的跟拍横的。有人说是噱头，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用起来也是很好用。那当然这种功能可能运动相机本来就有，那人家会说，那这不过就是把这些功能做到手机上而已。那重点就是他们就是第一个做到手机上，让更多人日常都可以使用到它。那因为这样可以少带一个装置，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不管在哪一台手机上面都是一样。那另外一个录影的功能呢，这个不只是这一代上代也可以使用，就是他们有一个自动取景的功能。那我觉得这个特别就是在你自己一个人要做拍摄的时候，它可以利用这个画面的裁切去跟随你这个人好像看起来有人在运镜，在用这个相机跟着你走的这种画面去拍摄。那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的实用。那尤其你有时候在外面旅游，你可能要
自己一个人走到一个地方讲个东西，然后走到旁边再讲另外东西的时候，它就可以自己去运镜帮你做拍摄。好，那下一个我们讲 AI 功能在这些影片、照片拍摄上面，我觉得有什么真的很实用的地方？那我个人觉得用到现在，我觉得最常用或者最实用，就是在拍照片的地方，它可以在事后做生成。那对比上一代来讲，你可能要画一个图啊，画一个杯子或画一个什么形状让它去做生成，然后可能有时候它要去猜测你想生成的是什么的情况。那现在你可以直接输入指令，用文字。那我们这边给大家展示，比如说我这边拍了一个小笼包嘛，我后来有点蛋饼，但我没有拍，那我就说我旁边可以放一个蛋饼，让它生成。那你可以看到它会扩大画面取景，那连下面这一盘姜丝都直接帮我完整的生成出来。那虽然这个蛋饼看起来比较像是煎蛋，不管怎么讲，如果把这照片放到社群上面，可能很多人看不出来这个是 AI 生成的。那我们来提高一下难度。那我再说我要生成一碗咸豆浆。那咸豆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必须要对在地化的饮食要有一定的了解，才可以生成对。哇，你可以看到这生成超级成功哎，这看起来真的就是一碗咸豆浆。那你可能也不会知道这是 AI 生成的。那我们再来试试更难的，我就说我要跟油条。那看到它的画面可以不断的延伸去扩大画面。那我觉得我这个油条的这个指令没有很清楚，我说我可能要油条要放在盘子上，那表现会更好一点。那所以这个部分你有时候可能只拍了一盘小笼包，那你可能一直生成一直延伸下去，最后变成整桌的早餐、整桌的菜都可以生成的出来。那在下一个生成的部分呢，就是你今天有时候去外面拍完美照，不管是小笼包不小心偷吃了一口，或是饼干不小心多吃了一口，那你忘了拍照，那这种时候就拍照可以让它生成还原整个饼干，你可以看到它还原的非常的真实。那我觉得贴出去也很少人会看得出来。那这个你可以用在生日蛋糕、三明治啊，什么食物也都可以。那甚至我们在挑战难一点，让它生成一整盘的饼干，大家可以看到整盘饼干也生成出来了。那可能我自己在现场我知道这饼干的比例有点不太对，但一般人可能也看不太出来吧。那其他 AI 的功能，像是 Gemini 这次多了一个执行任务的功能。那这一次目前呢可以支援的 App 像是 Uber。那 Uber 就是说，你可以跟他说我要到台北101什么时候，那可能就会有一个 agent 的方式，你看到他现在在操作的画面，进入 Uber， 然后帮你选位置，然后选地点，什么地方接你，然后最后完成的时候再让你做一个确认。那他们说未来会延伸到更多 App 的使用上面。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在 Uber Eats 上面也支援这样的功能的话，对我也会更加实用一点。我可能用 Uber Eats 的几率比 Uber 还稍微多一点。好，那我们现在做这样的比较，我觉得其实这3支来讲，优点缺点大概大家都非常的明显了。生态系来讲的话，你如果习惯苹果，可能就是卡在这个生态系里面。但如果你今天就是可以习惯去跳出啊，或者是双系统去跨系统使用的话，那其实三星在 Android 里面也是非常好的选择。不管是硬体规格上面，还有这次增加了一些新功能，我都是觉得算是非常的实用。那可能有些地方，如果那些新功能你不在意的话，你觉得是小幅的升级的话，那可能那些新功能你或许不在意，那你觉得在硬体上面也是比较小幅的升级的话，但你还是可以去选择上一代的 S25 Ultra。但我个人觉得啦，因为这次这个防窥萤幕算是可能在亚洲生活，在城市里面生活，我觉得实用性蛮高的一个地方。排除这一点的话，我刚讲的那个水平的锁定在影片拍摄的过程，那甚至夸张到我们相机可以直接360度旋转，它画面还是维持一样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展示这个转，大家会觉得说谁会拿你的手机去转？可是如果你想象是说你手这样晃来晃去，它都还可以拍出很平稳的画面的话，那这个情况去想的话，我就觉得它的实用性应该就是大部分人都会用得到。那还有加上它长焦相机这次录影的表现，我们在这种室内很暗的地方，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这2台的差异。所以我觉得它升级的地方虽然不是说超级多，但是至少每个点可能都还蛮打到有一些人的痛处。那如果这些点是刚好你需要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台今年或许是很多观众都在下面讲了，说我好像去年不应该升级，好像应该等到今年。那可能就这些点刚好是你需要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今年就蛮可以考虑这一台。但是刚刚讲的缺点也是有啦，这个最近的对焦距离、主镜头啊，还有它这个边框改成铝合金，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解法。你就用好一点的手机壳，然后在拍近照的时候，可能就是用微距或者是用2倍裁切。那它都还是有一些方式可以去解决。OK， 好了，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在下面一起讨论，然后一起留言，看你们觉得哪一支比较好，你们的建议这些优点缺点大概在哪里？那同样的这些建议也可以让其他观众当做参考。那我们有一个苹果讨论区，大家可以去看看，去里面问一些其他问题。OK，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